我叫沈月见，今年刚满18岁。如你所见，我年纪轻轻便嫁人了。走到这一步，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这是我唯一能做的。我本是一名高级销售，最擅长揣摩人心，原以为能靠着本事纵横职场，却没想到我意外穿到了虞朝的小官之家。出身低微的姨娘从小就教导我，像我这种注定要做妾室的庶女，想要翻身改命，唯有争宠。我早就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笑要含羞带怯，要7分纯3分玉。你笑得这么端庄，男人迟早会腻的。月倩，去吧，去成为那个最得宠的妾。他用15年的时间教我如何做一名完美的妾室，而我也不负众望，在出嫁前便练就了一身娶媚之道。好身材能吸引男人的目光，但脆弱才是引起男人保护欲和占有欲的关键。这破了的喜服，自然是因为出身卑微被下人轻贱所致。我不计较，但委屈。总有那么一个瞬间，燃尽我心间的狂野。妾身见过父亲。在你我之间凝结。上钩了，衣服都脱了，下一步就该把我按到床上了吧？姿色不错，可惜这什么操作？身为正妻，衣衫如此不整，成何体统？正妻？我不是妾室吗？刚娶正妻就想让我纳妾，是想让我落得一个家风败坏的名声吗？夫君误会了，妾身不是那个意思。姨娘含辛茹苦把我培养成为顶级小三，结果临门一脚，我转正了。那我这一身的本事跟谁使啊？也许只是装作正人君子。再试试。夫君收拾书籍做什么？妾身可以帮你。月光缠绵，躲在心里面，思念如月，倒映在沉睡的蓝色湖面，拂过指尖。妾身失礼了，这婚服是下人们扯坏的，妾身实在没有衣服换，这才……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啥玩意儿？你若平日立得住规矩，下人怎敢轻贱主母？
把你的衣裳穿好，否则就去院子里跪着。选一个。这男人是不是那方面不行？我娶妻，并非出于感情和责任，而是为了防止政敌往我后院塞人。日后我都会睡在书房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所以，我就是你用来立专情人设、挡掉那些麻烦的工具人。我娶妻，是为了防止政敌安插眼线，稳固朝中清誉。与沈家是政治结盟，并非儿女情长。我睡书房，日后和离，你仍保权柄，我们互不亏欠。不用争宠，不用侍寝，白得富贵，这买卖我赚了。夫君既如此，妾身遵命便是。你倒看得开。哎呀，大人，您昨夜新婚就冷落夫人，若她在老夫人面前告状，入府第一日便告状，母亲只会觉得她度量狭小，不配做正妻。况且母亲一向疼我。昨夜我让她独守空房，对她的打击竟如此大吗？哎，你大人，夫人好像不打算理您呢。我看得见。儿子给母亲请安。请安。老夫人，二少夫人吩咐的早膳备好了。这是我们二少夫人熬了一夜亲手做的，说是给老夫人和二少爷尝尝。熬了一夜，昨夜你们二人没宿在一起？母亲，儿子昨夜夫君操劳国事，宿在书房，儿媳不敢打扰，亲手制作早膳以表心意，绝对不是受委屈，不怪夫君的。不是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……我别听谁胡说，新婚头夜就睡在书房，你看把人家姑娘都委屈成什么样子了。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我裴府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还不赶紧给月见道歉，再把我那只金蕾丝凤簪取来，给月见压惊。小样，跟我斗！姨娘教我的东西，可不只是在床上用的。沈月见，你最好适可而止。夫君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？哼，小姐，您就不怕跟二少爷关系闹僵吗？怕什么？左右他现在也休不了我。既然争宠这条路行不通，那不如就专心搞事业。接下来拿到掌家权，享荣华富贵。
看来这位沈家的小庶女不是个省油的灯啊！哼，如今我守寡，若是邀我掌家权，便是断了皇后娘娘与我在裴府的眼线，必除。翠儿，今日午膳前，将我准备好的见面礼送到这位二少夫人房里。是。说好的荣华富贵呢？这分明是破烂一堆嘛！少夫人，大少夫人长着中快，后里好东西多的是，她这分明就是看不上您，故意拿破烂来，就等着您穿出去闹笑话呢。要不咱还是穿自己的吧？换？为什么要换啊？这可是我拿下人心和权柄的第一步。母亲，定是大嫂掌家辛劳，一时疏忽，拿错了衣裳。儿媳无怪大嫂。啊！这味儿就对了，7分委屈，2分懂事，再加1分倔强，完美。走。令荣，心腹入府，你多费点心。你是王家的女儿，向来行事得体，别让人说我们裴府亏待了心腹。是。王家，皇后是他姑姑。好家伙，这位大嫂动不得，硬碰必死，只能借力打力。小姐，怎么了？把你的发簪借我。二少夫人到。好戏来了，沈月见，这衣服你穿了，便是行事不得体，难当大任；不穿呢，便是目中无人，不敬大嫂。穿也是错，不穿也是错，我看你怎么圆。母亲，你这身衣裳倒是别致，不过料子瞧着像是旧物，花色也不是今年新出的。怎么，令荣没给你送新衣裳去？回母亲，这便是我大嫂送来的呀。母亲，大嫂听闻我绣活不错，今早送新衣裳来时，还顺带捎了几件自己的旧衣裳，说是放着也是可惜，就送过来让我给改改，换个花样再继续穿。我想着我与大嫂的身量相当，于是就先穿来让大嫂瞧瞧，大嫂觉得如何呀？说不好，我就是故意送破烂，刁难心腹，他倒是把我架起来了。月见可真是心灵手巧啊！我不过是随口一提，他便做得这般好。是大嫂教得好。我听说大嫂掌家多年，最是节俭，连皇后娘娘都夸大嫂持家有道。能跟着大嫂学习，是月见的福气。好，没想到你一进门，你们妯娌俩便这样和睦。
倒是我多虑了。母亲说的是，大嫂对我可好了，不光送了衣裳，还给我送了好些东西呢。上等的翡翠玉镯一对，赤金步摇2只，还有蜀锦2匹，东珠1盒。大嫂，您说是吗？是。我不能得罪你，可我没说不能敲你一笔。掌家全要徐徐图纸，真金白银倒是可以快快收走。去，把我那套红宝石头面拿来，再取4匹今年的新贡缎，来给月见添妆。多谢母亲。第1桶金到账。不过月见呐，做女子的持家固然重要，但为人妻最重要的还是夫唱妇随，贤良淑德。燕儿在朝中日夜操劳，你既做了她的正妻，便要替她分忧。母亲教诲的是，月见知道了。燕儿这孩子自小便争气，如今身为户部侍郎，飒爽英姿，威风凛凛，满朝文武谁不夸他一句少年英才？老夫人，不好了，二少爷受伤了！什么？好家伙，这就是你说的威风。燕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回老夫人的话，大人是因边防驻军的粮草一事与太子殿下产生了分歧。家人心怎么在我家呀？裴炎，你站住！方才在父王面前为何要下姑的面子？说姑未对边境做功课，我这个做太子的，还比不上你个户部侍郎用心呢。臣只是陈述事实，边境情势窘迫。太子殿下要是做过功课，就不会提出南北边军粮草均分的荒唐建议。裴侍郎向来耿直，说话从不拐弯抹角。是，可那毕竟是太子，谏言要讲究方式方法。古时太宗皇帝有魏征，玄宗座前有韩休，皆以直言闻达于天下。太子殿下乃一国储君，岂能只听顺义之词？好，好，好一个忠言逆耳，好一个直谏之臣！我去！好一个大跟头啊！哼！好家伙，这太子可真够狠的！原本还想在婆母面前告他一状，如今倒是有人预先替我出气了。二弟，你行事这般耿直，在朝堂之上迟早是要吃亏的。依我看，该低头时且低头，何必跟太子殿下硬碰硬呢？这若是日后裴家交给你……我自家的夫君我还没训呢，他倒先训上了，想阻碍我们二房未来掌家权，没门儿！母亲，夫君是为国直言，这才受辱。大嫂此言，是觉得臣子不该为边关将士请命，还是觉得太子动手有理？哎呀，被发现了！夫君，月儿觉得百姓之事大于天，一家人
无论夫君做什么，月儿都支持你。无论是挨打还是受罚，月儿都和你一起。你干什么？夫君，你也觉得委屈是不是？连眼眶都红了。想出气，就别说话。妍儿养伤，用最好的药，月见吃对牌之银，无需惊旁人。甚好，弟妹，嫂子虽不如母亲般富裕，但我这儿有50两梯级，若你不嫌，多谢大嫂，大嫂，你真是菩萨心肠，月见日后一定加倍报答。苍蝇肉也是肉，拿来吧你。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大嫂吃瘪，我这位心腹还真是不容小觑。沈月见，这人怎么跟我回房了？夫君，你身上还疼吗？要不我给你揉揉。演技不错，看来你从小在你那位姨娘身边长大，耳濡目染，的确学了不少东西。是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姨娘带大的，我就是满肚子坏水，我就是想用这些不入流的手段博取同情。可那又如何？你以为你就很高尚吗？你不是也为了在朝堂上站稳脚跟，才娶了我这个你压根就瞧不上的女人？看什么看？我难道说的不对吗？我好心帮你拿了钱，你不感谢我也就算了，还在这阴阳我，你好看不上我是吧？有本事刚才得到好处，你一个也别拿。今夜月光绵绵，好似你的眉眼，缠住我的心有一遍。不见佳人翩翩，只见落花卷卷。你干嘛？你可知我的思念？学费，把你那些揣摩人心、攻心示弱的本事交给我。沈月见，把你那些争宠的手段通通交给我。你脑子不会是被太子给踹坏了吧？你个堂堂的朝廷命官，要学后宅女人的伎俩。我与太子争执已久，他才疏学浅，藐视苍生，却仗着身后有皇后和整个王家撑腰，处处为难于我。若昏君执政，百姓何故？可我在朝中根基尚浅，硬碰硬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没想到我这夫君倒是个刚正之人，所以你是想得到皇上的青眼，来个曲线救国？教你也行，但是呢，我有个条件。你要什么？日后凡是我有用得上你的地方，你必须听我的差遣。
我的目标是掌控裴家主母大权，要想后半生安枕无忧，夫妻就必须一条心。成交，事不宜迟，你现在就教我吧。好，那你现在取悦我。什么？像我昨晚那般装可怜，祈求疼爱。我？想要争宠，放不下面子可不行。你看着，我就给你示范一遍。妾身满心满眼都是夫君，即使说错了话，做错了事，也都是太想为夫君解忧。夫君，你看看我不信两眼光。忘掉对错输赢。屋里好热，我……你不看着怎么能得要领呢？好了，你现在开始，讨好我。娘子，我……停！语气要示弱，你这么粗犷，要吃人啊！再来。娘子，不对，茶艺第一课，示弱但不真弱，委屈但不哭闹，是姿态，不是卑微。背挺直，头微低，眼神带点破碎感。再来。这是……我就知道，没有我们家小姐收服不了的男人。说好的，那2银子，快拿了。这种感觉对，茶艺第2课，话术公式，反问加起始，不辩自赢，绝不说我没错，要多用反问句加起始句。起始句是……比如，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？再或者呢，求求你，不要这么对我。明白了吗？你这技巧倒是一套一套的。那是当然，这可是我的毕生绝学。从前我跟姨娘要不是靠着这些本事，莫说是争宠了，恐怕连活下来都很难。你以为我们很喜欢耍心机啊？我们只不过是想要一个更公平的活法。好了，说词儿。映出了心中的斑驳，一丝那爱的星火，寥寥几朵，让我藏身在你的心窝。我记住我们的爱紧紧的不分开。你放心明日为父，一人去宫夜受欺负吗？求求你，陪我一起。
我祈求爱不像那粒粒沙入沧海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明日我来接你。这血雨之用也忒快了。大人，属下一直有个事情想不明白。您不是一向不喜欢心机之人吗？当初京城那么多闺秀，为什么偏偏选中这个心眼子最多的沈家庶女啊？你可还记得去年中秋沈府设宴？庶女就是庶女，连中秋都穿这么破旧的衣服，也不嫌丢人。姐姐说的对，我这衣裳是旧，所以我想请姐姐帮个忙。这个点心是我亲手做的，想送去给老夫人，但是我这身份实在是丢人。如果姐姐送去的话，老夫人一高兴，说不定还会赏你一对银镯子呢。哼！就知道你们没事找事。这糕点里我多放了2两盐，够你喝一壶的。心机用在自保，就是聪慧。一个被欺负的庶女，不哭不闹，不卑不亢，还能反将一军。我当时就想，这样的人，如果放在后宅，绝不会任人宰割；若放在身边，或许能帮我挡掉很多麻烦。哦，所以您娶她，不只是随便找个人？当然不是，只是他给我的惊喜，比我预期的要多上许多。粮草之事原是户部伯父迟了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此事不怪你。裴衍身为重臣，一时心机也是有的，你们互相体谅。父皇放心，儿臣已知晓裴侍郎之用意，定谨记父皇教诲。这个裴炎差点害我被父皇问责，一会儿要他好看。启禀皇上，裴大人到。微臣裴炎携臣父沈氏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说是设宴，结果连个座都不给我们留，这不是明摆着让你难看吗？嘿呀，裴侍郎，昨日你我在殿外上争执了几句，本宫还以为裴侍郎今日不会来了呢。这座位嘛，别忘了安排。不过裴侍郎向来心胸宽广，想必不会与本宫计较这些小节吧。裴衍一向清高，眼里容不得沙子，定要发作。我刚在父皇面前表现大度，若他受不了这委屈，无妨。殿下日理万机，一时疏忽也是有的。臣怎么会因为这种小事就怪罪殿下？臣腰上有伤，站着更舒坦。裴侍郎，你昨日不还好好的吗？怎么伤的？回皇上，是夫君的错。昨日夫君
未查明情况，就贸然的责问太子殿下，这才惹得太子殿下不悦，一脚将他踹倒，让人抬回了府中。夫君被太子踹伤后，为铭记教训，冠袍未洗，留正自省。玄瑞，你竟敢当众踹打朝廷命官，朕平日里是怎么教你的？父皇，不是他说的那样。皇上息怒，莫要怪罪太子殿下。臣今日来，不是来告状的，臣是来给殿下赔罪的。赔罪？昨日臣回府后，越想越觉得，殿下乃一国储君，仁德宽厚，怎么会无缘无故动怒？那是自然。于是，臣彻夜翻看边关军饷账目，才发现军粮亏少，原来是太子拿去修城南的避暑山庄了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太子殿下，你不要解释，臣都懂。太子殿下是想着边关将士苦一苦，不打紧，但皇上夏日避暑乃是大事，殿下宁愿背上克扣军饷的骂名，也要先给皇上修好山庄。这份孝心，臣望尘莫及。太子垂孝，臣等荣耀。太子垂孝，臣等荣耀。混账！小玄瑞，你方才不是跟朕说，是户部拨付迟了吗？挪用军粮修山庄，你自己摇摇头，会不会被耳朵扇巴掌？父皇，你听我解释啊！父皇，这些是太子殿下挪用军饷的账目，工匠供词，采买记录，请皇上预览。证据确凿，小玄瑞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父皇，我这是10日，把那5万两银子一分不少的补上，送到边关，少1两，你这太子也不必当了。下去，你的位置就让裴侍郎夫妇坐。太子，麻烦让让。裴炎，孺子可教，第1轮教学验收成功。小姐，皇上赏的这套红宝石头面，少说值2000两，还有这对如意4匹蜀锦，太子送的白银，足足有1000两。哇，这宫斗比宅斗爽多了呀！我才出了一趟门，就赚了这么多。喂，得了好处，怎么还拉了个脸？别不识好歹啊！我只是觉得自己苦读圣贤书10余载，耿直进谏，到头来竟不如你几句示弱管用。哎呀，小伙子，这觉悟不够，还得练啊！在你们眼中呢，皇上是天子。可是在我眼中，他跟我那昏庸老爹没什么两样。唉，这吏部管人正是大娘子，
兵不长权，受宠提娘。太子呢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嫡子就相当于是白月光。你再看看你，你一个户部侍郎，却常常谏言的外甥，是什么？没实权，光吵架。亲戚家送来不得不纳的通房。对了，啊？所以说你地位低又想得宠，就要自己努力啊。你看看我姨娘，要不是她专精茶艺，我们两个别说是吃饱穿暖了，这条小命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。哪有我如今这当正妻的好日子呀？夫君，这次能赢，你功不可没。我呢，也出了不少力啊。咱们亲夫妻明算账，这些财宝你打算分我几成呀？3成，如何？10成。什么？你一点都不给我留啊？裴炎，你还真是卸磨杀驴过河拆桥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急什么？我话都还没说完。我是说，给你10成。我嫌多啊？那算了，白主。不多不多。愿只手与你赴愉悦，乱了心弦撩动心弦，10分好人间，3分愉悦，以7分和你相见。夫君真是慷慨大方，英明神武，实乃世间罕见。只盼与你共婵娟，萦绕的缱绻。你要不先从我身上下来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太激动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教你茶艺，把你教成天下第一绿茶男。清晨，快，帮我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搬到我屋子里，一件都不许落下。好嘞，小姐。啊！身外之物，至于这么高兴吗？清高，你了不起！你不要，我还想要呢。我想换个主子。好一个裴炎，还有那沈氏！你不是说那个沈家庶女自幼姨娘教养，只会些狐媚手段吗？如今是怎么回事？那沈月剑在府里藏得太深了，侄女也没想到啊。她才刚入府，就把我婆母的对牌都要到手了。虽说是为了给裴炎养伤开支更方便，可这长久以往，再难对付，也不过是一个后宅女子。把钟馗给她，我要让她栽在亏空账目上，让裴炎也救不了她。哼！月剑呐，你嫂子这几日身子不适，府里的事你先替她管一阵子。看样子分明是块烫手山芋，但送上门的权不要白不要。弟妹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这风寒来得实在突然，后面宅子的事就麻烦你了。
不过你放心，府里的赵妈妈管事多年，她定当尽心帮你。大嫂客气了，既然大嫂身体不适，月见定当尽力。月见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别让我失望。小蹄子，等着瞧，这管家权不是那么好拿的，不出10日，让你哭着找不着调。送上门的去，我就笑纳；可要再想要回去，恐怕难喽。哼！二少夫人，老奴对不起您了。前几年为给大少爷治病，那银子呀，流水似的花，早就入不敷出了。之前全靠大夫人拿着嫁妆撑着，如今这已经是能凑出来最好的饭菜了。哼，一个小庶女能有什么银子？你要么自己掏腰包补贴，要么就忍着吃。你受得了，老夫人和二少爷可受不了。到时候怪罪下来，看你怎么收场。二少夫人，赵嬷嬷，这么快就受欺负了？赵嬷嬷，你是大嫂的奶娘，又是王家的远亲，在府里管事多年，劳苦功高。二少夫人抬举，不过是老奴尽心罢了。你为裴府如此操劳，过劳肥成这样，月见瞧着真的是好心疼。你看看，这一圈圈的，它不是肥肉，它是你为裴府操劳的勋章。这每一层的油脂，都代表着你为裴府操碎的心呢。夫人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也太强了吧？少你带的纸和笔呢？哦，赶紧记下来。茶艺第3课，以喻眼部，颠倒虚实。你为裴府如此尽心，我又怎么能吃独食呢？来，您先吃。二少夫人，这使不得呀，这老奴不敢。您不吃，就是瞧不起我。老奴肠胃不好。你故意苛待主子，以为我好欺负？我是王家的人，是大少夫人的奶娘，老夫人都要敬我3分，你们不能这样欺负我呀！婆母敬你，那是她有教养，我就不一样了。你不是瞧不起我这庶女的身份吗？巧了，我们庶女啊，最不看重的就是面子。来人，将赵嬷嬷请到院子里，我要当着全府上下所有人的面，好好问问这些年府里的银子都去了哪儿。你敢？她是我裴衍正妻，暂代管家之权，她有何不敢？
拿下，彻查。二少爷，二少夫人，饶命啊！哎呀，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这翠儿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就瞧个热闹罢了，至于去这么久？哎，翠儿，怎么样？沈月见是不是气得砸盆摔碗了？还是跑去母亲那里哭诉了？夫人，二少夫人的……她怎么了？快说呀！二少夫人的，她在院子里打上快板了。啊？什么？疼死我了！疼死我了！小姐，账目对上，府里近5年亏空，共计53742两，其中赵嬷嬷一人经手的采买、冰炭、药材，你就贪了近2万两。还有，拿府里银子放印子钱的，也是他牵的线。大哥走得早，留下大嫂孤儿寡母。母亲和我一直心疼她，想着她长家辛苦，没想到……你该不会是想说吃亏是福吧？老夫人到，大少夫人到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大夫人啊！救我呀！打死我了呀！弟妹，你这才管家1天，就把府里闹成这样。赵嬷嬷可是府里的老人，你凭什么动她？大嫂，赵嬷嬷贪没府银2万两，以次充好，克扣主子的用度，还放印子钱，这些可都是查实的。查实？一个刚入府的小庶女，你懂什么是查账吗？我看你就是借机生事，针对我。贪墨有据，大嫂要维护，是想担纵奴欺主、侵吞家产之名。该死，这个裴衍一向满嘴礼法，大义灭亲这事不是干不出来的。行了，月见，你说说，都查出什么了？母亲，这是近5年的账目，白卓和秦真都已经核对过，每一笔亏空都有据可查。赵嬷嬷经手的账目问题最多。赵嬷嬷，去年我病中的人参是你换的？好，很好，我竟不知我裴府养了你这么一尊大佛。妍儿，你说怎么办？按律，贪墨1000两流放，超10000两斩立决。需要我将证据递往督察院与御史台吗？这不是家事，这是国法。交给月见处置。王家若敢来保，便是同罪。令荣，你有意见吗？没有。月见，查清楚，该追的银子1两都不能少。对牌你留着便是。妍儿说的没错，我裴府的脸面不能毁在这些刁奴手里。哼！是，母亲。大少夫人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继续。是，夫君。夫人这手段真够狠的。是，
叫恩威并施。赵嬷嬷贪了那么多，打他几板子算轻的。你今天倒是不演啊？演不演都是手段，能管家就够了。先带下去，严加拷问。是。倒是你，这赵嬷嬷是王令荣的人，又是王府的眼线，动她就是动王府的面子，你不害怕？怕什么？家宅不宁，何以立身？肃清内院，天经地义。况且，你和母亲对我都很重要。这一生梦所起，耳所听，生死相抵。这一场心所系，皆是你，魂牵又梦系。这一别情所钟。一个是生我养我之人，一个是稳固后宅之人。你们若受了委屈，我在朝堂上也难安枕。原来如此。小姐，赵嬷嬷的私产清点出来了，现银8000两，还有田契3张，还有一箱首饰。好，全部充入宫中。对了，往后府中的采买必须经过2个人以上的核查。这账目每月1对，交由母亲过目。是。大人，夫人这管家手段够利落，比您长安还利落。嘟嘴。王令荣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你自己小心。你也是。繁星点点，一闪一闪落湖面。小姐，你不觉得二少爷是在关心您吗？听心跳温柔在耳边，我许下关心情中缘。不过是合作双方互相提醒风险吧，别多想。是吗？不管了，小姐说的肯定是对的。白卓，什么时辰了？大人，这炷香才烧了不到1/3，你已经问了5次了。大人，您是不是在想夫人啊？嘟嘴。今日赵嬷嬷的事，夫人处置得很妥当啊，但后续还有很多账目要贺，王家那边也不会消停。那您打算怎么办？我和夫人有约定，她教我茶艺，我助她长家。今日她在内宅的手段，我还有很多不懂之处，但后续如何善后，如何拿捏分寸，也是我需要学的。所以我去把夫人请过来，把今日的事温习一遍，把后面的策略定下来。温习就温习，脸红什么？哼！哎，10万两黄金！你们2个人竟让他们2口子耍得团团转，让本宫堵了10万两黄金的窟窿。最可气的是，
他们竟然用本宫的钱送了皇上大礼，还得了封赏。沈月见刚嫁起来半个月，就掏空了本宫半辈子的积蓄，照这样下去，这凤仪宫干脆本宫搬出去，让他沈月见搬进来住好了。那母后，您要是搬了，我还要搬吗？儿啊，你这脖子上顶的是摆设吗？一个庶女就把你们两个折腾成这副模样。姑母息怒，都是侄女没用。你确实没用。传本宫懿旨，宣沈月见入宫。我要亲自拔了他这颗眼中钉。今日这堂课叫绿茶的自我修养。所谓绿茶，精髓有3：表情管理、情绪传达、留白艺术。而绿茶的最高境界，则是让对方以为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，实则你才是操盘手。不明白？夫人对这砚台可有興趣？这砚温润，一看就是上好的材料。夫人喜欢，拿去便是。这怎么能行呢？这夫君的东西，妾身怎么能夺其所爱呢？一块砚台而已，夫人收下便好。那妾身就厚着脸皮收下了，多谢夫君。方才夫君是不是觉得在主动赏我东西？是。先引起他人注意，再用动作暗示喜好，最后再假意推辞，3步完成，东西拿下，对方还会觉得自己大方。这就是茶艺第4课，操盘术，引导式索取。受教了。夫人就没发觉这砚台崭新，像是专门放在这儿等人问起的。我见夫人将别的赏赐都收入库房，唯独将各类玉石放在房中欣赏。这方砚，夫人可喜欢？夫人布局巧妙，可知为夫心有所在我身边。你们继续，路过。我怎么回事？刚才他是在练习，还是天赋型演员果然可怕，居然把我这种老演员都演得差点接不住戏。夜已深，夫君早点休息吧。月见。我在书房住的这段日子，总觉得我在这个家中不像主人，更像个客人。以退为进，这招我还没教啊，他自学的。而且书房的榻也坏了，
窗户也漏风了。我能去你房中打地铺吗？整个裴府都是他的，我也没有拒绝的道理吧？大人，宫里来人了，皇后召夫人明日入宫。皇后是王令荣的姑姑，这不是赵家，是鸿门宴。我出身卑微，经不起皇室倾轧。裴爷，我要与你合礼。为何突然说这话？我知道王令荣气不过要给我使绊子，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直接把我送进宫去。皇后是他的亲姑姑，我这进去还有命出来吗？仗势欺人是吧？我打不过，我还躲不起吗？这白玉砚台你刚刚可是答应送我了，我赶紧回去收拾东西，天亮前走应该还来得及。姨娘不是教过你很多招数吗？一个也用不了吗？宅斗是争宠，宫斗是杀身，你我都是合作关系，不是来送命的。所以，你是不信我能护住你？姨娘教了你这么多，就没告诉过你，若是遇上难事，可以寻求夫君庇护吗？说过，可那是得宠的妾室才有的待遇，我们俩最多就是个合作伙伴。用心合作，整夜两作文，想要入梦来团你眼中春。我们现场旋动齿轮，我以夫君的名义承诺，入我庇护你周全，以命相护。入宫，我庇护你周全，以命相护。裴爷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？不是，这些日子我想过了，你我很合适。我想，难道吓到他了？要不换个他熟悉的方式。夫人要是走了，就再也不会有人教我这些权谋自保。到时候我便要独自承受，面对这明枪暗箭。你真的舍得？你怎么无师自通这视若共情法了？第5课我还没教到呢，情感绑架、愧疚诱导，你把这招用我身上了。夫人，求你不要惩罚我。你停！我怕了你了。行，先不合理也可以，但是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，要是我受一丁点伤，我回来就把你给休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赐座。上茶。
裴侍郎，本宫今日请的是你夫人，你倒是跟得这么紧，怎么害怕本宫吃了她不成？是啊，二弟，你这样恐有对上不敬之意。臣妻体寒妾生，臣只是守望君臣之心，尽夫妻之义。娘娘母仪天下，必容臣这点小私心。裴侍郎思虑周全，本宫误会了。启禀皇后娘娘，皇上口谕，宣裴侍郎即刻前往养心殿议事。下去吧。既是皇上急召，裴侍郎，快去吧。本宫早让太子在御书房那边候着了，支走你易如反掌。我去就回。夫君慢走。来人，把本宫准备好的东西拿上来。本宫今日要亲手教沈夫人一道御用点心。裴侍郎，你来的正好。太子苦练书法，抄了一本《四部要略》，你替他看看，这要略可有什么谬误？裴侍郎才学过人，本宫这点拙作，还望伯令赐教。好事困人，调虎离山，果然是东宫诡计。殿下书法精进，臣自愧不如，并无谬误。这么快？裴侍郎莫不是在敷衍本宫啊？不如再仔细看看，本宫有几个地方自己也没把握。殿下误会了，臣并没有在敷衍，而是臣实在不敢看下去了。哼，这是为何呀？殿下的字笔力雄浑，气韵生动，臣越看越觉得自己这些年白练了，再看下去，臣怕自己羞愧难当，回去连笔都拿不稳了。没想到裴侍郎还是个知道反思之人呐，父皇。臣斗胆，恳请殿下容臣回去，将殿下这卷宝墨临摹一遍，细细揣摩。殿下若是不放心，臣明日便将临摹之作呈上，请殿下指正。裴侍郎，你确定不再看看？不必了，父皇。儿臣觉得裴侍郎好学之心赤诚一片，我身为太子，应当赞赏如此有志之士啊！啊！裴侍郎，去吧。多谢殿下，多谢皇上。大人，速去御花园候着，若有异动，速报皇上。皇后欲对高明用私刑，人证物证俱在。是。月见啊，本宫打算教你的这道点心名唤玲珑冰玉酥，那是本宫年轻的时候跟西域御厨学的。这道点心的秘诀就是
拿你的手浸在寒冬冰雪中，待指尖寒透，再行揉面，反复多次，方能使酥皮拥有冰肌玉骨般的层次。本宫亲自教你，是你的福分。是啊，弟妹，娘娘一片苦心，你可别不知好歹啊。这福气大嫂是没有呢，要不我给大嫂分一分。行了，时辰也不早了，开始吧。皇后之诏够多，我若拒绝，便是抗旨不遵；我若做了，手便废了。现成的教学素材，偏生夫君不在，也罢。茶艺第5课，危机自保，软中带拒，托字为上。娘娘厚爱，臣妇感激不尽。只是臣妇有个不情之请。说。臣妇听闻，御用点心制作之前，须得净手焚香静心，以示对娘娘的恭敬。臣妇方才一路走来，手上沾了灰，怕脏了娘娘的心意，可否容臣妇先去净手？哼，弟妹，我看你是故意拖延吧？大嫂，你误会了，臣妇只是害怕，若因手脏坏了点心的味道，这传出去，外人会说这娘娘教的点心也不过如此，这罪名臣妇担不住啊。净手有何难？本宫不仅准备了水，还准备了泮帛夷子软帕。月见呐，本宫什么都想到了，就剩你动手了。行了，皇后娘娘时间宝贵，没那么多功夫给你耗。说什么以夫君的身份护，现在连个人影都看不见。磨蹭什么？你们几个，把他的手给我摁进去。住手！平静着你，不能和你重叠着轨迹。动啊！怎么样？裴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裴炎，你竟敢在皇后娘娘面前放肆！来人，把他……刚才是你按我夫人的手。裴大人饶命，奴才也是奉命啊！裴炎，他可是皇后娘娘的人。大嫂，你也想试试？裴炎，你擅闯后宫内院，掀翻御用器物，殴打本宫内侍，你的眼里还有没有本宫？有没有王法？娘娘眼里若有王法，就不会在皇宫里动用私刑。皇后娘娘，诰命夫人受律法庇护，您动用私刑，是视朝廷纲纪为无物吗？本宫只是在教他做点心。哼，好，皇后娘娘亲自示范，冰雪净手一炷香，朕便信。
你为了这个庶女，你真是疯了！姨娘，你教过我无数种自保的手段，如何示弱，如何退让，可怎么没告诉我，被一个人这样护着的时候，心里会又暖又疼呢？真是反了！本宫不信，今日你们二人能站着走出这皇宫大殿。来人！皇上驾到！娘娘，大嫂，你们为何要为难我们这对苦命的鸳鸯？走开呀！这是干什么？父皇，他们肯定是在演戏逗乐给母后的。是。住口！朕问的是裴侍郎。皇上，臣知罪。臣方才一时心急，这才冲撞了皇后娘娘。臣万死！臣负他。臣负他自幼体寒，臣方才远远看见几个太监把臣父的手往冰雪里按，臣实在是急疯了，这才失了分寸。臣自知冒犯天威，甘受任何责罚，只是求皇上明鉴。臣父什么错都没有啊！皇上容禀，臣父出身卑寒，得皇后娘娘亲自教授点心，本是天大的福分。可是这雪实在是太冷了，冻坏臣妾的手没有关系，恐日后没有人照顾夫君，臣妾如何安心？千错万错，都是臣夫妇二人的错，绝对和皇后娘娘、太子、大嫂无关啊！皇上，他们二人亲口说了，跟臣妾无关。太子，啊，朕说你，今日你又是抄书，又是主动请教裴侍郎，原来是配合你的母后，把裴也知道养心殿，好让你们在这里对他的夫人动手。父皇息怒，儿臣绝无此意啊！皇上，臣妾真的是在教他做点心。皇后，你当朕是3岁小孩啊！皇上息怒！朕竟不知东宫竟然联合后宫，联手残害朝臣。传着旨意，太子小玄瑞勾结后宫，欺压臣属，即日起罢免其协政之权，为东宫闭门思过。父皇上，万万不可！千错万错都是臣妾的错，请您收。皇后，禁足坤宁宫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见。王令荣，身为裴府长嫂，不思持家，反而搬弄是非，助纣为虐。从今日起，不得参与裴府管家之事。若再犯，朕直接下旨废了你的封号。臣父领旨。皇上，皇上！
夫人，为夫茶艺精进的如何？炉火纯青，茶香四溢。你们竟然是装的！那又怎样？对付你们，茶就完了。走，夫人，为夫护送你回家。回家。你们，幸好没冻伤，就是有些凉。你今日那般不给皇后面子，就不怕皇上不念君臣之义，治你个欺君之罪？我教你的茶艺都忘了。夫人，我学茶艺是为了以柔克刚，是为辅佐江山，劝谏帝王。但若涉及你的安危，我便顾不得那些迂回之术。夫人，答应你的，为夫做到了。那夫人还要同我和离吗？虽说侯府风光，可朝堂内宅都水深火热，我要留在这一辈子吗？罢了，如今皇后太子都得罪了个遍，和离他们也不会放过我，既无路可退，裴炎也愿意护我，那走一步是一步吧。孤身独听雨下，愿为你放下万千的荣华，和你携手走天涯。纵情似一路的白发。夫君今日这般为我出头，我要是再提和离，岂不是太没有良心了？你那书房不是处处漏风，不能住人吗？那就搬回来吧。奈何桥畔不应梦破茶，刻在心上是你的最美年华。裴炎，此人以往刚过一折，自从如今娶了那个沈氏，竟学会了以退为进这一套。哼，比他那臭脾气难缠100倍。祖父，孙女有一计。说。裴衍当年科举乃是2甲传炉，若我们放出风声，说他科举之时舞弊，买通考官，提前泄题，这空口无凭，如何取信？当年科举之时的主考官赵志恒正是您的门生，如今他虽已致仕，但儿女都在京内，若他肯回忆1-2，再配上几封旧日书信。茶艺第6课，以问代答。注意了，今日临时加课，属于考前押题。昨日我们刚得罪了皇后太子，今日朝堂上王家人必定会给你挖坑。
名师出高徒，为夫如今的茶艺已是炉火纯青，夫人放心，吃不了亏。不得骄傲。总之呢，你听我说，这堂课的关键就在于面对刁难不接招。他问东，你问西；他问责，你问情；他问事实，你问动机。谁先招架不住，谁就输了。好好应对，表现好了，回来给你奖励。奖励？白卓，备最快的马，上朝去。是。小姐，这会儿上朝不是羊入虎口吗？二少爷怎么这么高兴？看得我都开始替对面担心了。诸位爱卿，还有何事启奏？皇上，臣有本要奏。讲。臣要弹劾户部侍郎裴衍。当年科举舞弊营私，买通主考，提前泄题。臣有当年主考官赵志恒尚书大人的亲笔忏悔书，以及裴衍与其来往的书信为证，请皇上过目。这可是我，这就是故意刁的。夫人押题从未落空，接下来该为夫答卷了。皇上，若科举舞弊一事为真，则会动摇朝廷取士之根基。裴衍身为户部侍郎，知法犯法，当罪加一等，请皇上严查。臣附议。臣附议，请皇上严查裴衍。皇上，若裴衍认罪，念在其为官多年的份上，或可从轻发落；若裴衍拒不认罪，便是欺君。臣请皇上先将裴衍收押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先将他收押算了。裴衍，你可有话要说？皇上，臣可否先问周大人几个问题？准。周大人说，臣当年买通主考，提前泄题。敢问周大人，臣当年科举位列第几？臣科举2甲第4。若舞弊，为何不满状元？为何不满3甲？这是有道理，这好吧？这有何稀奇？你是怕太显眼，惹人怀疑，故而只拿第4，掩人耳目而已。哼，好。赵志恒大人，治世已5年有余，为何早不忏悔，晚不忏悔？偏偏在臣昨日得罪了皇后、太子之后，突然良心发现，难道是臣说错了什么话，做错了什么事，得罪了什么人吗？裴衍，你这是在污蔑皇后，污蔑太子。相爷误会了，臣只是就事论事，时间未免太巧了些。哼，周大人，说来也巧，臣昨日也收到了一封信。什么信？这信上说，周大人您前日曾在醉仙楼包场，给京城的花魁柳姑娘写了一首情诗，还送了人家一只赤金点翠簪。
你这胡说八道！微臣从来不去那种地方，拿来给我看看。他也能看出做出这样政治都没想到，这自己肯定不是微臣的。你看，微臣的梁子从不这样写。还有这用纸，这是南边产的竹纸，微臣一向用的都是诚心堂纸。还有这落款，这印章根本就不是我的。皇上，明鉴，这封信从头到尾都是伪造的，这是有人要陷害老臣啊！周大人，您真是明察秋毫。一封信，从字迹、纸张、印章、落款，您看得如此仔细，分析得如此透彻，那您呈给皇上的那几封证据，您可曾这样仔细验过？您可曾比对过字迹？可曾查过纸张的年份？可曾对细节一一考究啊？这裴炎何时变得这般阴森狡诈？从前那个只会硬碰硬的烂头青呢？我可是有夫人相助，这招叫拿你的尺，量你的布。还是说有人给您什么，您就当什么，连查都不查，就拿来弹劾同僚？周大人，您对自己的清誉知道要辨真假，怎么到了臣这里，几封来历不明的信就能定罪？皇上，臣寒窗10年，入朝为官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臣不怕被查，臣只怕被人用几封假信就毁了半生的清誉。臣恳请皇上替臣做主。传朕旨意，裴炎科举舞弊一案交由大理寺审，限时10日。赵志恒即日回京当面对质。这2月，你这几封书信也一并交由大理寺核验。若查实造假，诬陷朝廷命官，按律处置，绝不姑息。退朝。谢主恩。相爷得罪了。大人，如何？夫人的话，我可是字字句句记在心上，还能说了不成？走，回家领赏。叶剑呐，你入裴府也有些日子了，一直没得空来瞧瞧你。今日正好顺路，没打扰你吧？夫人哪里的话，各位夫人莅临，蓬荜生辉。昨日皇后太子刚被罚，今日王丽蓉的母亲就找上你，还专挑婆母出去礼佛的时候，明摆着就是觉得我这个庶女主持不好席面，故意黄鼠狼给击败你，没安好心。夫人来得巧，我正好新得了一些茶叶，不如一起品品。好，那老身倒要尝尝。想找茬？行，我让你们好好喝一壶。制茶、碾茶、投茶、
浊茶。你不是说它是个不入流的庶女吗？可我怎么觉得它没你说的那么不堪啊？是啊，这茶道功夫，怕是京城也没几个比得上。茶道虽好，但这些茶叶都不是什么名品，不知道的以为裴府落魄了。就是啊，弟妹，若是手头紧，大嫂房里还有些好茶可以送你啊。茶之一道，贵在适口为真，不是最贵的，就是最好的。哼。张夫人眼下乌青，睡眠不佳，龙井性寒伤身，白毫银针性温安神，正适合您。听闻李夫人求治脾胃，普洱陈茶温润养胃，赵夫人薰衣爱自然花香，桂花龙井淡雅，不夺茶味。没想到你还有点察言观色的本事。王夫人、大嫂，您二位的杯中特饮，尝尝看。这不就是白开水吗？沈月剑，你敢耍我？到底是庶出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沈月剑，你敢耍我？到底是庶出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夫人言重了，月见岂敢耍您？月见只是觉得这茶有百味，品的是心性，心正之人饮白水也能品出甘甜。心术不正之人一心纠错，纵然是玉供龙井，也品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夫人，您品出什么滋味了？沈月剑，你竟敢如此跟我母亲说话！不过是相讨茶意，大嫂怎么如此急躁？好一张例子！既然沈夫人如此懂茶，那老身就要好好尝尝。倒茶。哎，还是王老夫人有法子。这沈氏若到了，便是自降身份伺候人；若不到，便是怠慢长辈，看他如何收场。哼！倒茶。夫人，为夫回来了。夫君，你何时回来的？刚到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看夫人茶艺精湛，不忍打扰。王老夫人，捉京是朝廷诰命，裴府正妻，给长辈端茶倒水可以，但受辱刁难，臣在朝堂必不能忍。这杯茶，臣愿替夫人效劳。
不必了，这俩人心眼比风无梅都多，让裴衍倒茶，指不定他要怎么添油加醋去朝堂告状。母亲，时候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夫人，我在门外见你说了不少话，可不可你坐下，我替你沏一杯。嗯。裴侍郎对夫人当真是世间少有，这般恩爱，倒叫我们羡慕不来。夫人这手茶艺真是技惊四座。夫人在看什么？洞悉人心，体其所求，应其所需。泡茶是此理，茶艺亦是。今日早朝，御史台周大人弹劾我，说我科举舞弊，买通主考官赵志恒提前泄题。若非有你的茶艺相授，恐怕我今日都回不来了。他们果然出手了。皇上给了10日，说是彻查，实则是想让我想办法自证清白。赵志恒为人清廉，想必不是为财，只是儿女都在京中，难免被王家拿捏。我准备去他府上一趟。对了，今日那个赵夫人是赵志恒的儿媳。儿媳？夫君，我想到帮你的法子了。茶艺课堂第7课，化敌为友，请君入瓮。你不是想收集王家党羽的证据吗？那就让他们自己送上门来。第1步，放饵。那不是裴侍郎夫人身边的贴身丫鬟吗？鬼鬼祟祟在这做什么？问问不就知道。您说的是天字1号房的那位，听说是什么有名的师傅，全程包房授课，每次至少这个数。我听说是以前的花魁，专教女人御夫之术。第2步，演戏，让所有人都觉得裴侍郎被夫人迷得神魂颠倒，言听计从。裴大人，一起去用膳吧。不了，我夫人在家中等我，我还得给她备膳，得早些回去。你看，诸位辛苦继续。我夫人胆小，打雷一个人睡不着，我先回去陪她。裴大人这夫人到底什么来头？我怎么记得裴大人起初是不愿娶的？你不知道，我跟你说。最后一步，收网。人呢，总是相信自己所打听出来的消息。白哲，终于轮到我出手了。哎呦，我这跟着什么主子呀？哎呀，钱都给媳妇儿花了，我这连喝酒的碎银都没有啊！小侍卫，你告诉我，这沈月见的师傅究竟是什么人？怎么收徒啊？
你也来了？我就是好奇，都好奇。别装神弄鬼了，赶紧出来吧。诸位，见笑了。沈夫人，怎么会是你？你故意的是吧？前几日我们刁难了你，你就想出这种下三滥的法子引我们上钩，看我们笑话。各位夫人来此，无非是想学些手段，让丈夫回心转意，巩固自己在府中的地位。各位不妨先试课一堂，若有效，学费再交不迟。第一课叫如何让丈夫主动心疼自己。男人的心硬的时候像石头，软的时候就像棉花糖。关键不在于你做了什么，而在于你让他知道你需要他。需要他？您丈夫最近是不是不跟您说话，很晚回家，回来后倒头就睡？你怎么知道？您眼下乌青，说明您也睡不好。我每天让他早点回家，他就跟我吵架。这事儿好办，不妨换个说法。夫君，你不在，我总是睡不踏实。今晚您能否早点回来？这样就行。不错，你们也可以试试把要求换成需要，试一晚，看看效果。那我们的学费怎么收啊？我的提己不多，若是太贵，不要钱。我要的是你们的情报。夫人这课讲得真好，不过你怎么能确定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交出情报？毕竟这可是出卖自己的丈夫。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这不是出卖，是自救。愿闻其详。你想想，他们在家中的日子会好过吗？丈夫宠妾灭妻，婆婆刁难，娘家又不给力。更何况如今王家在朝势力独大，官员们也是不得不低头。王家倒了，他们丈夫才能从那条贼船上下来。否则，若王家真的败了，他们全家都得跟着陪葬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他们会为了自保交出情报？不是会，是不得不。如今我给了他们出路，等他们回去一试，发现夫妻关系确实改善了。你觉得他们还会想回到从前那种日子吗？
人呐，一旦尝过甜头，就再也咽不下苦头。到时候他们会主动来找我，不是为了帮我，而是帮他们自己。月见，你总是能给我惊喜。那是因为我懂他们。我向你保证，在我这里，你不用靠这些讨我欢心。沈夫人，您教的那招真的太好用了。昨晚我就跟我夫君说，我说您不在我都睡不着，结果他破天荒的早回来了。我家那个也是，还主动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呢。我夫君昨晚都跟我说了半炷香的话，我已经3年没有跟他说过这么久的话了。沈夫人，我们想继续学。你想问什么？尽管问。对，尽管问。夫人。按你说的，我主动去了那几位老臣的府上，负荆请罪。请罪？你请什么罪？就说我从前年轻气盛，说话不知轻重，得罪了诸位大人，特来赔罪，还带上了你教给我的示弱3连，晚辈愚钝，大人海涵，日后我定当改过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们之前被我怼过无数次，哪见过我现在这副模样，他们就告诉我，王家曾私下去找过他们，许以重利，让他们在朝堂上弹劾复议我，可是他们都没答应。耳根子软，但心眼不坏，这种人你越硬他越躲，你软下来，他们反倒是不好意思了。夫人的茶艺果然好用，不过什么？光有这些还不行，我们需要赵志恒亲自翻供，否则王家随时可以推出一个替死鬼，反咬我们伪造证词。赵夫人那边我已经说动了，她说她会回去说服她公爹的，只是王家那边扣了他儿子君儿，他公爹顾虑重重的。君儿的事我已经让白卓去查了，只要能找到孩子被关的地方，就能把人救出来。我这里又有一个新消息。前不久，大理寺少卿李大人收到一封密信，自那之后经常往大理寺跑，有时候甚至整晚都不回家。原来眼线是他，怪不得他之前对我的拜帖置之不理啊。这个消息太重要了。不过，为什么李夫人会毫不避讳的把这么隐蔽的信息告诉你啊？因为之前李大人在外奔波数日，常常不与他同房，他很是不满，跟我诉苦来着。那你呢？我搬回主卧也数日了，你会不会因此有苦要诉？听你的话，有你不怕。不苦啊，挺甜的。在
在相遇一刹，像遮挡了一束光，是笑是泪是他，一字一句刻画。命运的羁绊，让我们注定相伴，是爱是恨是他，一切让我念念不忘。今日上朝，不用等，主动出击。夫人放心，为夫知道该怎么做。记住了，证据在手，天下你有，谁要是敢拦你，你就把证据摔他脸上。夫人和我初次见到时，越来越不一样了，如此率真，倒更可爱。少贫嘴啊！早去早回。在家等你。我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没办法，是春雨随意的落下，那就这样吧，丢盔弃甲，天大地大，潇潇洒洒。今日朝堂，该收网。至于大嫂那边，也该清算了。月见妹妹，不好了！王令荣3日前偷偷把李大人的嫡女送去了东宫，现在京中那些夫人全都跑去找他了。什么？他们终于动手了。你不着急吗？急什么？送上门的人头而已。我等这一天可是等了很久了。赵姐姐，你相不相信王令荣越是拉拢那些夫人，他就死得越快？什么意思啊？走吧，咱们去大嫂那儿抢人去。哎呀，大夫人，要我说呀，还是您神通广大。我听说李家那丫头很得太子欢心的。哎，大夫人，您看我们家那2个未出阁的姐妹是不是？放心吧，跟着我，荣华富贵享不尽。沈月间，你就算把那些夫人拉拢过去，解决了裴衍的燃眉之急又怎样？太子才是最大的靠山。等太子登基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几天。二少夫人到。给大嫂请安。大嫂这儿真是好生热闹，难不成也开学院了？我可没弟妹那本事，不过我最近呢悟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女人呢不要总是想着讨好男人，手里有权才是立身之本，你说对吗，弟妹？你们这群见风使舵的女人，哪有好处往哪跑？忘了你们现在夫妻和睦的日子是怎么来的了？赵姐姐何必动这么大气性？良禽择木而栖，也是人之常情嘛。大嫂说的是。月见今天就坐在这里好好学学，各位继续聊便是。不是来抢人吗？你这么软弱，怎么抢得过那只老狐狸啊？赵姐姐稍安勿躁，咱们看一出好戏。10日期限已到，科举一案查得如何了？
皇上，这是大理寺李大人的亲笔记录的文书和赵大人的供词，臣已证实裴炎收买主考官，证据确凿。陛下，周御史所言句句属实，裴侍郎按律应当严惩。裴侍郎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请皇上还臣一个公道。准，你如何自证啊？这是周良玉周大人呈上的所谓证据，臣与赵志恒的往来书信，臣特地去查过。先说这信的纸张，此纸出自静心斋，是他家的金字招牌，多年一直沿用，也是臣的爱用之物。哼，那不正好证明这封信就是你的吗？是吗？可臣查问走访得知，这纸因原料缺失，早在3年前就换了配方。不过店家怕传出去生意减少，一直没有外传。若不细查，无人知晓。敢问王相，一个考生买通考官，却用了多年后才出现的纸写信，这是未卜先知，还是有人伪造证据时挑错了纸呢？这倒也是啊！空口无凭！你空口无凭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已经买通了静心斋的掌柜，配合着你编这番瞎话？王相若不信，臣可以当场验证。准。烦请公公准备一盆清水。这是臣当年科举前的练习卷纸，臣一直留着。同样是纸，但材质不同。真的沉下去了。裴侍郎说的果然没错。王小光，此事你如何解释啊？皇上，臣也是受周良玉的蒙蔽，臣是冤枉的。王大人身为一朝之相，岂能蒙受不白之冤？正好我的人证也到了，就让他一同为我2人洗刷冤屈。皇上，臣请传诏，前主考官赵志恒赵大人上朝。选。赵大人，是赵大人，赵大人的什么？皇上，臣有罪。皇上，这是王家威逼微臣的书信，威胁微臣的信物，伪造供词的原稿，臣全部呈上。哼，相爷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皇上，除了微臣之外，还有其他大臣被迫听从相爷的号令，故意抹黑裴侍郎，因为怕牵连家人，所以不敢告发。都说出来，将功折罪者，朕一概不追究。陛下，臣举报确实是被逼的，臣已经把东西退回到了相府，
但他把我的女儿抓去了东宫。皇后娘娘说，若臣不愿意帮忙，就派一个太监与他对食，让臣的女儿生不如死。陛下，救命啊！你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我叫光，结党营私，构陷重臣，操控科举，勾结后宫，罪朕确凿。孝直抄家，三族发落。皇上，皇上圣明。哎呀，这快晌午了，我得进宫去见皇后娘娘和李家小姐。只是我这没了掌家权，也不好日日出府。以后各位夫人呐，想见我可就难喽。要不月见妹妹把钟馗钥匙先还给令荣吧，毕竟令荣在后宫得脸，也对裴府有益啊。等了一晌午，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。二夫人，您还年轻，不急着这一时掌家，要不您就把钥匙先给令荣。哎呀，反正他又不会不还你，是吧？唬我呢？这钥匙给出去，还拿得回来吗？都是千年狐狸，当谁傻子呢？你少污蔑我！诸位姐姐，当真以为东宫的女人好当吗？就不怕羊入虎口？休要胡言，那可是东宫。东宫的局势，大嫂最为清楚。各位姐姐不妨想一想，你们夫君这几日回去的时候，是否可是忧心忡忡？这是何意？那是因为他们都被皇后娘娘威胁，用的还是你们至亲的性命。你给我闭嘴！胆敢妄议皇后娘娘，给我撕烂她的嘴，否则我把你们全都状告到皇后娘娘那儿。大嫂要撕烂谁的嘴啊？大嫂要撕烂谁的嘴啊？沈月见妄议中宫和东宫，此乃杀头的大罪。他祸从口出，我施以惩戒，是为了避免我们全家受牵连。我夫人是实话实说，怎么就成了妄议了？皇后废黜，派子圈禁，王令荣参与谋逆，就地禁足，听候发落。不可能，这是假的，是假的！你们两口子合起伙来演戏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我是来接你回府的。咱们的君儿回家了，父亲也安全了。真的？真的。这多亏了裴侍郎用计，让皇上亲自下令保全我们，这皇后娘娘这才不敢继续扣着君儿。夫人，所谓入宫，不过是皇后娘娘借口把咱们女儿扣在宫里当人质，逼我诬陷裴侍郎。实际上，女儿在宫里伺候了皇后3天，手都生冻疮了。诸位姐姐，我开小课堂是想教你们如何与夫君推心置腹，并不是想让你们伏低作小。但大嫂打着给太子选妃的名义，迫害你们的女儿，这才是真正的牺牲我们女人，讨好男人。我都是被蒙蔽的，我这就去宫里问清楚。站住！这分明是你算计好的，你以为你今日还能逃得了？
夫人，活该！都是因为你，这哪是个好东西？这是不是好东西？坏了！我不怪你。母亲，您回来了。月见，这次若不是你，燕儿恐怕真是要栽在王家手里。燕儿娶你是裴家之幸。母亲，燕儿，你呢？你有什么要说的？儿子只想说，从前娶月见是为党政第一，如今留下他是为了我自己。好，你们小两口好好说说话，我先回去了。你刚刚那些话从哪儿学的？发自肺腑，不需要学。油嘴滑舌。夫人喜欢吗？梦中的我是蝴蝶，弹着花不愿分别，耳鬓厮磨我来吧。贴贴，管他是缘还是你会吗？可以学。梦中的人谁恨今宵一去，谁掉情意浮萍，谁不小心被回忆占据，乱了月见，也是雁过流云，以后不用再算计也了。是月凝如许你什么意思？王家已倒，大嫂再不能兴风作浪，你不需要再用茶艺自保，也不需要再演戏给我看。那我该用什么面对你啊？就算潮汐换了，暗淡了，消散了，却又会怎样？只为唯一的你。夫人教了我那么多课，唯独有一课你还没教。什么课？怎么对一个人好，不需要算计，不需要示弱，不需要以退为进，就是简简单单对他好。不过无妨，为夫愿言传身教。这一刻，我来教夫人。痴痴缠缠多情，缝缝补补伤心，还有唇旁留个影，残若繁星。我假装心不嫌停，不去看你的眼睛。少爷少夫人，快去看看！
大夫人要闹着上吊呢！啊！玲珑，你快下来！有什么事好好说呀！母亲，儿媳没脸活了，儿媳做错了事，害了裴家，还不如死了干净。夫人，别呀，夫人！一哭二闹三上吊，都多大年纪了，还玩这种低级手段？二弟弟妹，我知道你们恨我，可我实在是走投无路，就让我死了吧！大嫂，你要真为裴家着想，你这死也应该死到外面去。母亲为我们已经够操劳了，你又何必再给她添麻烦呢？母亲，儿媳错了，如今王家倒了，定不容我，儿媳就只有您个裴家了，求母亲不要赶我走，母亲，儿媳求你了，母亲。罢了，你毕竟在裴府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。谢母亲，谢母亲。好了。大嫂今晚这出戏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皇后被打入了冷宫，是她和皇后联手的下场。王家也定会担心她在裴府的处境，怎么可能会容不下她呢？是啊，毕竟王府只有这么2个女儿。不对，他们还有太子。太子手里握着南境兵权，现在皇后倒了，他定不会坐以待毙的。他们一定是在蛰伏，等待时机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怕了？有点。毕竟皇后是太子的生母，又是大嫂的亲姑姑。换位思考的话，如果是我的至亲被人算计，不知死活，我一定会不惜任何代价报复回去的。是他们作恶在先，这叫因果报应。就算他们报复，也一定不会有好结果。可是我们也不能毫无准备啊！我决定了，我要把我的终极大招给放出来。什么大招？绿茶课堂的最后一课，摇人。摇人？摇什么人啊？摇一个道高1尺，魔高1丈的靠山。1个不够就摇2个，2个不够就摇3个，3个不够就……他叫他用镜子充满月光，他叫他把心事熬成这汤。他说余生要慢慢品，他说未来由他来丈量。干嘛？我在说正事儿呢。他叫他用双手捧起春光，他叫他把眼泪我在听啊。裴炎，当茶叶袅袅升起时，原来我们早该这样。大少夫人，太子那边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您了。
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沈月剑、裴衍，你们的死期就要到了。手怎么抖成这样？我有点心慌，总觉得皇上这次让你去和外族使臣谈和，有点太突然了。月剑，别怕，这次谈和的地点就在城外驿站，若有意外，一定能及时赶回来。可是我总觉得这事儿和太子脱不了干系，怎么会这么巧？大嫂刚跪完祠堂，外族使臣就来了，还偏偏点名要你去谈和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，不会让夫人担心太久。大人，马车已经备好，该出发了。等我回来。小姐，大少夫人来了，在正厅等您呢。月剑，来，天不亮我就炖上这种燕窝了，弟妹来尝尝吧。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啊，我知道你不待见我，所以我今天来是特意和你缓和关系的。不待见？看来他还是觉得自己从未错过。以后每天呢，我都会亲自下厨，给弟妹做些好吃的，补补身子，就当是我向你赔礼了。哟，什么东西这么香啊？什么东西这么香啊？我大老远就闻到了。这位是？这是我母亲，夫君因公务去了城外，所以婆母特许我接她过来，在院中小住几日。啊，原来是亲家姨娘啊！那要不陪弟妹坐下来喝点吧？这是血燕吧？还放了人参啊！我闺女可真是好福气呀！看来平日里你与大嫂的关系挺亲厚的嘛，不然人家干嘛要对你这么大方啊？我就不打扰你们母女二人小聚了，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让人来我院里说。你娘我呀，识人无数，我看得出来，这女人的眼神不对劲。这就是我找你过来的原因。今日裴衍被派去城外和使臣和谈，可是我总觉得这是太子使的计。怪不得我来的路上看到城里突然出现很多陌生的商队，那精气神啊，一看就是练家子。商队？莫不是太子埋伏的兵？裴衍的任务是弹劾，按照惯例不允许带一兵一卒。大嫂方才跟我说，会日日过来给我送补品，分明是在监视我，怕我出府。他们这是分头行动啊，打算要取全裴家人的性命。娘，帮我脱身，我要去救他。往高了挂，慢着点儿，
拿稳了。母亲，这是在干什么？亲家说他会些驱鬼祈福的法子，尤其可以祈祷子嗣平安。我便想着给月见祈祈福，也保佑我们裴府所有人都平平安安。3日后才施法呢，但这期间少夫人需要静心，除了韩姨娘，其他人都不许靠近。那这些日子，我们就不要去打扰月见了。你也不要去了。是。哼，装神弄鬼。丁姐那边，沈月见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都要立刻上报。是，夫人。他怎么这副打扮？你确定他这3日都没有出府吗？确定，他们院子里的人都很严谨的去执行法事。这几日只有韩姨娘会出府买些做法事要用的东西。通知暗卫，正午一到，立刻出手。是。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一劫，正无神通。裴氏门庭，百福骈真，家宅安和，福旺人丁。不对，怎么了？这宅子里有不干净的东西。天意告诉我，这脏东西近在眼前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！亲家姨娘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天意告诉我，你就是裴府的煞星，必须除之。除我？母亲，你该不会是信了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吧？看来你们都不装了，我也没有必要演戏了。你们就是突然出现在京城的商队？不对，你们不是商队，是兵。你们怕不是发现的太晚了吧？把他给我绑起来！今天所有人都不许活着离开！轻点儿，赵夫人，怎么是你？是月见呢？月见妹妹挂心裴氏了，今日一早就出府了。你们敢耍我！告诉太子，我等不到他过来了，我现在就杀了他们！哼，你调动的私兵早就被经营节度使围在府外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我一早就递了密折给皇上，若我们不能活着出府，你们王家就等着被灭门吧。还有我若不能活着回去，你就是戕害官爵，罪加一等。那又怎样？你儿子必死无疑了，太子殿下一定会杀了他的。老夫人，大人让我传话，说城外一切尽在掌握。大夫人、二夫人还让我带句话，逗你们呢，跟玩似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裴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假借外出和谈的名义，却带着外族使臣回城，意欲何为啊？你勾结外族，证据确凿，本宫奉旨捉拿，胆敢反抗，格杀勿论！殿下，你确定
我带的是外族使臣吗？哈哈。Hello, nice to meet you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们竟然早就知道了我的计划，你们早就换人了，对不对？太子，你私养死士，假传圣旨，劫杀重臣，南境将领的密信已经交到了皇上手中。什么？你竟然敢圈养私兵！错了，这些可都是皇上的人。这是当年妍儿父亲立下重功，先帝赐给他的暗卫，他们只听令牌调遣。今夜你只身前往皇宫，若有危险，他们会保你平安的。这是上次你去宫里陈情，母亲给你的。你不是曾问我为何敢只身前往皇宫吗？这就是答案。你不会以为我会白白来送死吧？那又如何？我是太子，若我出事，你们就是当街弑杀太子。况且今天街上空无一人，就连个鬼影都见不着，无人会知晓此事。谁说没人？太子殿下带兵劫杀朝廷命官，臣亲眼所见，微臣也亲眼所见。萧玄瑞，你还不快束手就擒！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放下武器还有一线生机，否则诛九族！九族！你们这帮废物！带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摇人这招，我学得如何呀？你，出师了。勾结南境将领，假扮外族使臣，劫杀朝廷命官。朕竟不知我的好儿子有这么多的手段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知错了，再给儿臣一次机会吧。朕已经给过你太多机会了。我朝也不只有你一个皇子。传朕旨意，太子失德无道，构陷忠良，意图谋逆，今废除储位，永世为牢。皇室主逆，尽数流放。父皇，谨遵圣谕。裴炎，这都是你闹的。父皇此次平定逆乱，你夫妇二人功不可没。即日起，裴炎擢升吏部尚书，赐沈氏2品诰命夫人，赏金1000两，绢帛100匹。谢皇上恩典。夫人，恭喜裴大人，夫人有喜了。今日大嫂被问斩，你不去看看？我才不去呢。
我怕吓到宝宝。这2天我时常在想，如果我当初没有娶你，或者没有向你学习茶艺，现在会是什么光景？那你有想到什么吗？可能会一直孤军奋战，直到被人害死。瞎说什么呢？所以，谢谢你，夫人。因为你的出现，我才有机会和你永远走下去。你可不能半路抛弃我。茶里茶气。这浮云有隐约含羞，谁又随风泛起袖？茶艺教的是如何让人相信你的假，可到最后才明白，能伴你过一生的，永远是心底的真诚。山河红颜，古今两难求。